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在当下如何走出困境？大天使给你们的指引和建议，如何做出行动和改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啊。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我们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首先第1组牌的第1张牌星币7啊，你们在当下可能正处在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当中呢，你们刚刚结束了人生的上一个阶段，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们会感到迷茫，或者说陷入到了停滞啊，在原地踏步啊，有这种感受都是很正常的。你们对于自己人生的信仰是通过努力来改变命运啊，所以说你们最大的信仰永远是自己，你们永远都在未雨绸缪。但是有的时候呢，在这种事情的发展陷入到停滞的时候呢，你们会觉得自己的努力和得到的回报是不匹配的啊，这个时候你们就会陷入到消极和无助当中。而这种过度活跃的精神能量呢，也会让你们不断的自我消耗，甚至是自我攻击，最终导致现实层面的这种逃避和拖延啊，行动力低下。而我们抽到的第2张牌宝剑2的逆位，可以看到你们内心当中其实住着一个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自己啊，但是在现实层面呢，你们不得不由于一些外部客观环境的束缚和阻碍，把内心当中的那个自己隐藏起来了。现在的你们可能渴望自由啊，但是偏偏又被现实所束缚啊。当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的时候，你们在精神层面就会很疲惫啊，因为内心当中的理想和现实有着巨大的落差。所以说你们现在正处在过去和未来的夹缝当中。而第3张牌呢，宝剑5啊，宝剑5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在人际关系方面也会有一些困扰啊，你们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和烦恼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带给你们的。所以说这张牌代表的是在你们的身边其实有人啊，在某些事情上给你们造成了一些困扰和阻碍。这个时候的你们啊，特别容易情绪化，非常容易任性的放纵自己，偶尔也会自虐式的折磨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说现在的你们整个人处在一种非常保守且谨慎的状态当中。那我们接下来抽到的这4张萨满疗愈卡呢，第1张牌 Integration 啊，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现在要把那个破碎的分裂的自我重新拼接起来。在那些摇摆不定的事情上面啊，尽快的做出决定。其实做出怎样的选择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啊，更重要的是你们要把那个选择变成正确的选择啊。所以说选择本身可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要想办法把那个选择变成正确的选择。快速的决策，然后坚定不移的去执行自己的想法，这样你们的人生才能够推进。一直在犹豫和纠结当中，只会不断的自我消耗。第2张牌呢 Slow but steady， 你们可以允许自己走得慢一点，但是一定要足够坚定。很多事情你们越是急迫的想要推进它越会陷入到停滞。一旦你们能够让这个事情的发展按照它客观的规律去演化，那么这个事情的发展反而会超过你们的预期啊。所以说不要尝试着去控制一件事情，释放自己的执念。而第3张牌和第4张牌呢，我们看到Transformation 还有 Reunion of the Souls， 把你们分裂纠结的灵魂重新整合，变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灵魂和自我。当那个灵魂重新变得统一以后，你们也会变得比以往更加的坚定啊。那些你们摇摆不定啊、举棋不定的事情啊，也是由于你们的灵魂是分裂的，你们总是在纠结当中不断的自我消耗。当你们把自己重新整合起来的时候，当你们把内心当中的那个矛盾消除掉的时候，那么你们才能够才能够完成这种由内而外的转变，把分裂纠结的灵魂重新变成统一的自我。而且现在的话，你们的烦恼啊，可能也是因为你们太过于专注烦恼本身，因为你们越专注你们的烦恼啊，你们就会错过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你们越关注烦恼，你们也会变得越来越纠结，越来越犹豫，灵魂也会变得越来越分裂。
把你们的注意力和重心放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在纠结当中不断的自我消耗和自我攻击，甚至是自我怀疑。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开启人生的下一段旅程。那么，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啊 ，New Start is coming， 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话，你们会进入到一种新的周期当中啊，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 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踏出自己的舒适圈。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待在舒适圈内很安全啊，但是这种安全也是暂时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在快速的变化的啊。如果你们一直处在舒适圈当中，你们就会跟不上这个世界的变化，最终也会慢慢的被动的做出改变啊。所以说，与其被动的做出改变，不如主动的踏出舒适圈。这样主动权就永远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而第3张牌呢 ，Time to take action 啊，现在是时候做出行动了。人们总说时间会改变很多啊，但是事实上你们必须亲自做出那些改变啊，只有行动才能够改变命运。能够帮助你们摆脱困境的也只有自己啊，你们做出的那些行动最终会变成一束光，你们会变成自己的光来拯救自己。而第4张牌呢 ，The energy is gaining momentum 啊。你们现在所做出的任何努力和尝试都没有白费啊！你们的努力会被时光所沉淀下来，未来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你们惊喜和回馈啊！并且这种能量一旦爆发，会让你们会让你们过去的那些努力全部都得到回报啊，甚至比你们预想当中要得到更大的回报。你们现在所遭遇的困境只不过是暂时的，人生当中的起起伏伏是很正常的，这些挫折会来，也都会过去啊。没有什么能够让你们真正恐惧或者说害怕的，因为你们有着长长的一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第2组牌的第1张牌星币2，你们现在正在艰难地维系着某种平衡，并且正处在某种失控的边缘啊。你们在情绪上的波动也是来源于你们对于失控和变化的恐惧。第2张牌呢，权杖10啊，这张牌代表的这些权杖是你们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期待，也是周围人对你们的要求和期待啊。他们的这种对你的期待，让你在某件事情上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但是呢，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啊，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失意啊，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啊。当你们挺过来的时候，人生就会豁然开朗；如果挺不过来，时间也会教你如何与他们握手言和啊。所以说不必害怕。第3张牌宝剑国王的逆位啊，代表的是你们现在的这种思维能量，可能说内心当中有一个想法，但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还没有条件去实践，将这个想法付诸于行动。你们卡在了某个关键的节点上啊，有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感觉。而且呢，过度活跃的思维能量会让你们自身的精神非常的疲惫。而第4张牌呢，星币的逆位，代表的是现在啊，你们的生活当中其实隐藏了一个机会啊，你们暂时还没有发现它。随着命运之轮的转动啊，那么那个隐藏的机会会逐渐的显现。这张牌是告诉你们要做好准备，在下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当中啊，有一个足以改变你们人生轨迹的机会。它现在没有出现，或者说被隐藏起来是有原因的，因为时机未到啊，你们还没有做好准备。那接下来的这4张月亮神谕卡呢，是给你们的一些指引啊。第1张牌是 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你们要看到啊，不仅仅要不要太过于关注眼前的得失啊，因为当你们站在一个更高的格局上去看待你们所经历的一切，包括这种人生的低谷啊，其实过去的你们啊，在经历这种低谷的时候，毫无例外都熬过来了。所以说，当你们回头再看过去所经历的那种非常艰难的时光的时候啊，它会变成你们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所以说这次也不例外，这次你们依然能够走出来。第2张牌呢是 Nothing is yet set in stone， 没有什么是刻在石头里的啊。所以说未来的那个结果还没有被注定啊，事情的发展还会有转机，你们依然有希望，未来也依然值得期待。而第3张牌呢是 Expect powerful change。
在接下来你们会有一个重大的转折和改变啊，而且呢是由内而外所迎接到的这种转变。你们在当下所处的这个困境当中，也依然要保持期待和希望，因为我们只有在低谷期的时候，才能看清楚自己最真实的模样，倾听到内心当中最深处的声音。所以说，这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好机会，也为你们未来做出的那个重大的转变打下了一个基础和铺垫。第4张牌呢 ，Hold your vision， 保持你对于未来的期待啊，包括这种期待的话，他们会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你的身上，让你潜移默化的开始改变啊。那接下来的这4张萨满疗愈卡呢，第1张牌是 Feminine Energy，这张牌告诉你们，这张牌它带来的是一种女性的阴性能量，就是说告诉你们不要冲动鲁莽，保存力量啊，把你们现在积蓄的能量，你们现在积蓄的能量在未来会派上用场，不要过早的消耗掉它们，并且你们现在所面临到的这些问题和挑战啊，不要试图正面与他们对抗，用一种迂回而曲折的方式为自己未来解决这些问题换取一些时间和空间啊。而第2张牌呢是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你们现在可能被一些思维定式所束缚了，有一些人生轨迹是你们没有想象过的，但是他们正在出现啊。可能说过去的你们觉得自己人生是一条笔直的直线啊，但是在这些直线的这种关键的节点上面有很多的分岔路口你们可以选择。所以说关于你们的人生永远有峰回路转的可能性，也有意想不到的也永远有意想不到的人生可能性会向你们敞开大门啊！不要局限自己，也不要给自己贴标签。而第3张牌呢是 Grounding， 你们现在要放下攀比心啊，因为你们很害怕落后于别人，也很害怕和别人比较啊，你们一直都感到很焦虑。在人生这条长长的跑道上，你们真正的对手只有自己，所以说不必感到焦虑啊，也不需要和别人比较，你们真正的对手只有自己。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路啊！世界上最快的捷径就是脚踏实地。现在你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在通向你们所选定好的。现在你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在通向你们所选好的那个终点。无论你们现在觉得自己在走捷径还是弯路啊，你们都在一点点的靠近内心当中所期待的那个目标。而第4张牌呢 Perception 啊，这张牌是一种敏锐的感知能力和觉察能力。这种能力会让你们在困境当中非常的敏感，能够让你们发现一些被别人所忽略掉的细节和机会，从而帮助你们走出困境啊。在接下来你们要注意，有一些机会会出现啊，如果你们能够抓住的话，就能够改善当下的困境啊。所以说这张 Perception 也代表的是，当你们有意识的去提高自己对于周围生活的这种觉察能力啊，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往往就会被你们发现。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呢，第3组牌的第1张牌圣杯8就告诉你们，你们摆脱当下困境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离开现有的环境，放下自己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啊，去主动的踏上一个追逐自我的人生旅程。而这张圣杯6可以看到啊，在接下来你们的人生当中会出现一个长辈啊，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贵人，他们会教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或者说很重要的东西，它也可以代表的是某种信念的传承，带给你，它会带给你人生一些转机啊，帮助你走出困境啊。所以说这个圣杯呢，它更多象征的是一种信念啊，一种爱的流动，还有创造力。你们现在的困境啊，本质还是因为你们束缚和限制了自己啊。你们自己对自己的定义，让你们可能在一个怪圈当中不断的重复和循环，但是实际上你们一直都有选择的权利啊，你们一直都能够选择结束现在的生活，
你们人生的可能性啊，藏在那些你们认为不可能的选项当中。而第4张牌呢，你们手里的星币啊，代表的是你们自身拥有的一种非常宝贵的品质，那就是坚韧。星币其实代表的是一种理想主义啊，你们喜欢规律的生活啊，相信缓慢平和的力量。同样，你们也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对于任何事情，对于未来的发展，对于一段爱情，如果你们看不到未来，你们就会及时止损啊。那么这种理智会帮助你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啊，并且你们手中捧着的这颗星币也是你们即将会得到的机会。那么这张牌它其实对应的就是一种理想主义吧，你们也一定要相信啊，理想主义者的归途一定是某个温暖且光明的地方，你们现在所追寻的未来必然会寻你们而来。而接下来的这几张萨满疗愈卡呢，第1张牌就是 Move into Balance 啊，现在的你们对你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让生活重新回归到平衡当中。你们可能过去过分的关注某件事情啊，而失去了对其他事情的掌控。一旦你们失去平衡啊，你们就会很难维系当下的状态啊。对于当下的困境来说啊，这其实是一个成长的旅程啊。Inner journey 就是说内部的这种心灵的成长。这种成长包括人格成长和自我觉察，你们只有在困境当中才真正有机会看清楚自己的内心。而第3张牌呢 Changes 啊，它代表的是一种改变正在潜移默化的发生，就像种子破土发芽前没有任何的迹象一样，这种改变的发生只不过你们没有觉察到，是因为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你们要放下一些对于过去事情的执念啊，很多时候蒙蔽我们双眼的不是假象，而是我们的执念啊，因为那些执念会让我们在回忆的过程当中自我欺骗啊。所以说 letting go 啊，放下执念。这也是认清自己的第一步啊，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啊，就是不对自己撒谎。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月亮神谕卡呢，大天使给你的指引啊，第1张牌 Your dreams need a practical plan。 你们在实现理想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有一个很切实可行的计划，把你们的大目标分成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然后逐个击破。第2张牌 Adjustments are required。 在接下来你们要做一些很细微的调整啊，去适应一些环境当中新的变化，而且你们要做好迎接变化的准备啊，因为事情的发展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永远做好准备去迎接变化。在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变化会发生，不要忘记变化本身它也是机会啊，在变化之中会蕴藏着很多的机会。第3张牌呢 Believe in the impossible。 在接下来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转机，尤其是当你们认为啊一些事情的结果已经注定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转机就会出现。而第4张牌呢 Have faith in your dreams。 对于梦想来说啊，可能说你们现在觉得有一些遥不可及啊，但是不要忽略这种信仰的力量，并且改变正在发生，只不过你们没有觉察到而已啊。你们需要做你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剩下的把它交给时间。你们应该像云彩一样，被风吹过的地方就是你们可以成为的模样，而你们可以成为任何你们想要成为的人。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第4组牌的第1张牌权杖5啊，你们现在可能正处于一种混乱当中啊，这种混乱意味的是混乱的人际关系，外部不断向你们涌来的事情都在拉扯你们，不断消耗你们自身的能量。如果你们现在要从这种困境当中走出来的话，必须有一个人主动的做出断舍离啊，去切割掉一些不必要的关系和联系。这种混乱会影响你们的判断力啊，当你们想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提不起兴趣，陷入到迷茫当中啊。这就是我们太容易被外部的环境所影响，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啊。现在的你们要回归到自己的本心，对外部的那些关系和事物做一个切割。那从这张宝剑十还有这张星币5啊，我可以看到这张宝剑十代表的是你们现在可能正在遭受身边人的一些质疑啊，也承受着一些压力和误解啊，这让你们行走在崩溃的边缘。
而且这张星币5呢，它代表的是你们和当下的环境有一些格格不入啊。而且你们的这种思维，比同龄人相对来说要更加成熟啊。所以说，无论是行动上还是思想上，你们都要更加超前一点。那么这就会让你们在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感到非常的孤独，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你们。而这张宝剑2呢，它也代表的是你们马上就会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啊，这个选择甚至会决定你们未来3到5年之内的发展。而接下来的这4张萨满疗愈卡呢，第一张牌 Truth 啊，这张牌代表的是真相，或者说你们在某个问题上面会马上的做出决定，并且得到一些事情的真相，这会推进你们人生的发展。第二张牌是 Death 死亡牌，这种死亡并不是你们所理解的那种死亡，而是说上一个周期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们会正式的告别旧的能量模式，而迎接一个崭新的周期。第三张牌呢 Forgiveness 啊，这张牌告诉你们要原谅，要放下。原谅是原谅自己啊，因为真正让你们感到痛苦的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接纳和不认同啊，你们也活在对自己的误解当中。第四张牌呢是 Emotional Release， 你们现在可能正在一个人不动声色的去面对那些无力感和崩溃啊，你们现在需要通过情绪的释放，要练习与自己的身体连接，尽量关注自己身体的感受，通过呼吸与自己的身体连接，不要刻意的去压抑情绪，情绪是你们的身体给你们的信号，一旦你们压抑了情绪，你们自身就会受到情绪的反噬。对于你们来说，生命不需要每时每刻都在冲刺，走走停停是人生的常态，必要的时候就给自己放一个假。那接下来的这4张月亮神谕卡呢，是大天使给你们的指引啊。第一张牌就是 Prosperity lies ahead， 曙光就在眼前啊。Prosperity 代表的是一种富足，前方等待着你们的是收获和富足啊。但是在这之前，你们可能要经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而第二张牌呢是 Personal issue reaches resolution， 就是说在接下来你们内心当中所焦虑的某个问题、某件事情会得到一个和平的解决。而第三张牌呢是 Don't let your past hold your back， 不要让你的过去拖住你的后腿，因为过去的成败并不能够定义现在的你们。你们的人生也是有流动性的，你们必须要耐心的等待他们成长。有些事情的结束和失败，我们要一分为二的去看。一件事情的结束往往意味的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啊，某些事情的失败也是你们能够从中学习和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不要因为事情的失败而影响你们对自己的自我评价。第4张牌 Show the world the real you， 你们现在感到压抑的原因也是因为你们在做着一些你们不想做、不认同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啊，你们戴着面具在和这个世界互动和交流，你们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的。所以说这张牌告诉你们释放情绪能够帮助你们向这个世界展示最真实的自我。有的时候你们就是太小心翼翼了，太谨慎了，太注重别人的想法，太照顾别人的情绪这样反而会让你们丢掉自我，并且会感觉自己像一个行尸走肉。只有你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的时候，你们才能够感受到活力与力量。所以说你们现在要真正意义上的拿回属于自己的力量，通过一些很私人化的充满烟火气的事情，让你们来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谬和孤独，同时活在此时此刻，与身边的人建立连接，体验到这种脚踏实地的落地感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能够帮助你们尽快的走出当下的困境。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